科学家发现了一件听起来不可思议的事：每天一杯普通的白色饮料，竟然能默默守护你的肠道健康。它不仅可以抑制肠道的慢性发炎，还能减缓癌细胞的生长速度。最惊人的是，长期坚持这个小习惯，罹患大肠癌的风险居然能下降将近 20%。这听起来像广告词吗？不，这可是实打实的科学研究结果。今天我们就来深入聊聊，为什么一杯看似平凡的饮料有如此神奇的抗癌力量，以及如何正确利用它来保护我们自己。首先，我们先认识一下大肠癌的严重性。根据卫生单位的统计，2023年大肠癌在台湾的癌症死亡原因中高居第3位。放眼全球，大肠癌同样是排名前3的常见癌症之一。2022年，全世界约有将近200万例新诊断的大肠癌病例。大肠癌对公共健康的威胁可见一斑。更有趣的是，不同地区的大肠癌发生率差异很大。高收入的西方国家，如北美、欧洲、澳洲，发病率偏高，而某些传统饮食以植物为主的地区，如非洲部分地区、南亚，发病率较低。然而，随着饮食形态全球趋同，过去发病率低的亚洲国家，这些年大肠癌也在快速攀升。有研究发现，移民到高风险国家的族群，他们的大肠癌风险在短短10年内就会趋近当地人水平。这意味着生活方式和环境是关键因素，尤其是饮食。大家可能都听过，坏的饮食习惯会增加大肠癌风险，例如吃太多加工红肉、培根、香肠、火腿等，已被确定会提高大肠癌的发病率。经常喝酒也是大肠癌的危险因子之一。科学研究显示，每天多喝20克酒精，约2小杯酒的情况下，大肠癌风险增加约 15%。 至于红肉和加工肉类呢？有大型研究指出，每天多吃30克左右的红肉或培根香肠，罹患大肠癌的风险就上升约 8%。 这些数据告诉我们，不良饮食等于在给癌细胞提供养分。难怪医生们一再呼吁要远离高脂、高糖、高加工的食物，多吃蔬菜水果纤维，才能预防大肠癌。但是，有没有什么食物或饮料恰恰相反，可以保护我们的肠道，对抗癌细胞呢？我们常听到的建议是多吃富含纤维的食物，因为膳食纤维有助于排便，带走致癌物质，确实能降低大肠癌风险。然而，今天的主角并不是蔬菜水果，而是一种出乎很多人意料的饮料。它价格便宜，取得容易，甚至可能就在你家冰箱里。没错，它就是牛奶。喝牛奶真的能预防大肠癌吗？乍听之下，可能有人会怀疑，坊间不是有说法认为牛奶容易让人体发炎吗？有些人喝了牛奶还拉肚子，这样怎会防癌？带着这些疑问，我们来看看科学家们找到了哪些证据。最近几年，科学界对于牛奶与大肠癌风险有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研究结果。英国有一项号称100万女性研究的大型计划，招募了超过50万名女性，追踪她们长达16年以上，详细记录饮食和健康状况。这可是史上规模最大的饮食与癌症关系研究之一了。结果发现了一些重要讯息。首先，正如刚才提到的，不想得大肠癌就少喝酒，少吃加工肉，这些都有明显的危险提升。但更有趣的是，钙质的摄取对大肠癌有保护作用。在这项研究中，每天增加300毫克的钙摄入，约等于多喝一杯牛奶的钙含量，受试者罹患大肠癌的风险降低了约 17%。 而且他们发现乳制品特别是牛奶的摄取量越高，大肠癌风险越低。这暗示牛奶中富含的钙可能就是关键的肠道守护神。为了进一步确认这种保护作用是否真的是牛奶本身带来的，研究人员还动用了基因分析的利器来做实验设计。在人群中有一个有趣的基因变异，叫做 RS4988235。携带这个变异的人可以在成年后继续产生乳糖酶，也就是说，他们具有所谓乳糖耐受体质，能够轻松消化牛奶，不会乳糖不耐。而没有这个基因的人，往往成年后喝奶容易不舒服，所以通常也不爱喝牛奶。科学家利用这点，把将近10万名参与者按基因分组，来观察牛奶摄取和大肠癌的因果关系。结果非常惊人，具有乳糖耐受基因的人
也就是天生能喝奶的天选之人，他们的大肠癌发病率明显比一般人低许多。换算下数据，大约每增加200克左右的牛奶摄取量，这些人罹患大肠癌的风险就下降了将近 40% 之多。结肠癌、直肠癌的风险降低幅度也在4成到5成之间。怎么样？听起来很不可思议吧？这种基因研究的方法几乎等同于一场自然随机对照试验，因为基因是天生随机分配的，具有统计学上的随机性，所以当科学家看到有这种巨大差异时，他们几乎可以肯定，爱喝牛奶和不容易得大肠癌之间不只是巧合，两者真有因果关系。那么问题来了，牛奶到底是靠什么在保护我们的肠道？它凭什么抑制肠道发炎，对抗癌细胞呢？答案其实已经呼之欲出了，主要工程就是钙。牛奶富含钙质，一杯约250毫升的牛奶就含有大约300毫克钙。当我们消化含脂肪或肉类较多的食物时，肠道里会产生一些胆汁酸和游离脂肪酸等代谢产物。这些物质如果在结肠中累积，会刺激肠道黏膜，引发慢性发炎反应，同时可能促进肠道里的息肉生长。息肉就是一种可能发展成肿瘤的息肉。简单来说，胆汁酸就像是肠道里的刺激物，不断地熏着、烧着你的肠壁，让细胞处于紧张和受伤的状态，时间长了容易走上癌变之路。而钙就像一位及时赶到的肠道护卫，当肠道中有充足的钙时，钙质会和那些胆汁酸、脂肪酸结合，形成不易被肠道吸收的沉淀物，最后随排泄物一起离开体内。这就好比钙质在肠道中挥舞扫把，把那些可能伤害肠道的刺激物通通扫地出门。随着这些有害物质被带走，肠道受到的刺激减少，慢性发炎的状况就明显改善了。肠道环境趋于平和，细胞就不会老处在发炎处生长的状态。对于一些本来可能逐渐恶化的息肉细胞或潜在的癌细胞来说，没有了发炎这股推波助澜的力量，它们的生长速度就会放缓，甚至有些异常细胞还可能因为失去生长优势而走向自然凋亡。这就是牛奶抑制肠道发炎、减少癌细胞生长的主要科学机制之一。除了钙之外，牛奶与乳制品中还有一些成分可能也在默默出力。比如说，牛奶通常含有维生素 D， 而维生素 D 有助于促进钙吸收，并且本身对细胞生长分化有调节作用。充分的维生素 D 被认为可以让结肠细胞保持正常分化，不容易演变成不受控的癌细胞。换句话说，钙加上维生素 D， 仿佛为肠道细胞提供了一套催熟机制，让那些可能变坏的年轻细胞赶快成熟，安分守己，不要乱长。这样一来，癌细胞增殖的速度自然会被压制。还有，肠道里的菌虫可能也是牛奶发挥作用的一环。我们知道，肠道里住着无数细菌，有好有坏。牛奶中的乳糖对某些益生菌来说是很好的养分，特别是在我们摄取足够纤维的情况下，肠道细菌能把纤维和未被完全消化的乳糖发酵成短链脂肪酸，像是丁酸等。这些短链脂肪酸是结肠细胞的爱吃食物，不仅提供能量，还具有抗发炎作用。丁酸甚至被证明可以促进癌细胞凋亡。所以，当我们喝牛奶并维持健康饮食时，我们其实也在饲喂肠道里的好菌，让它们帮忙产生对抗炎症和肿瘤的有益物质，进一步守护肠道健康。更有趣的是，近期有免疫学研究发现，牛奶中的特定成分可能激活免疫系统来对抗肿瘤。例如，有研究指出，牛奶和肉类中含有一种称为共轭亚油酸或经反刍动物转化的特殊脂肪酸，乳反刍酸能够提高我们体内抗癌 T 细胞的活性，使免疫细胞更有效狙击肿瘤。人体自己无法制造这些特殊脂肪酸，必须透过饮食获取，而乳制品正是来源之一。当然，这方面属于比较前沿的研究，离实际临床应用还有距离，但它揭示了一个可能性：牛奶并非只是一杯营养液，它里面蕴含的某些成分可能在我们体内引发一连串有利于抗癌的反应，包括免疫监视的增强。听到这里，你可能已经对牛奶刮目相看了。不过，我们也要强调，牛奶的防癌魔力很大程度上归功于钙。研究人员做过有趣的分析，
当他们统计控制住总钙摄入量后，牛奶本身的独立保护效果就不那么明显了。但当控制住牛奶摄入量，只看钙的摄取时，钙的保护作用依然显著。这说明钙质才是预防大肠癌的主要工程。也就是说，如果你因为不爱或不能喝牛奶，那么透过其他途径摄取足够的钙，应该同样可以获得肠道保护效果。科学家比较了不同来源的钙，发现无论钙是来自乳制品、牛奶、起司、优格还是非乳制品，只要每日的钙总量充足，对降低大肠癌风险的效果都相似。所以重点不是一定要喝奶，而是确保摄取足够的钙。牛奶只不过是提供钙的一种方便又经济的选择。说到这里，有些观众可能会问，等等，我以前看过某些报道，说牛奶摄取过多会增加某些癌症风险，比如攝護腺癌、乳癌等等。那牛奶到底是抗癌还是致癌？这其实涉及到不同癌症类型和牛奶成分的复杂关系，也牵涉到全脂与低脂乳品的差异。例如，有的研究指出，大量摄取高脂乳制品可能导致女性体内荷尔蒙变化，与乳癌风险略有关联。又或者，有些科学家怀疑牛奶和牛肉中存在某些微生物或分子，例如所谓的牛原肉乳因子 BMMF， 可能会潜在增加结直肠癌风险。但必须强调，目前对于这些负面影响的证据远不如钙的保护作用来得明确。营养流行病学的整体数据显现，适量的乳制品摄取对大肠癌是有利的。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和许多专家在大肠癌防治指南中都将牛奶、钙列为可能有保护作用的项目。一言以蔽之，牛奶并不完美，但就大肠癌这一项而言，利大于弊相当明显。我们在享用牛奶的同时，只要注意选择低脂或脱脂奶，以减少饱和脂肪摄入，控制总热量，并保持均衡饮食，就可以把潜在的不利降到最低，发挥它最大的好处。不过，并非每个人都能从牛奶中同等受益。这里要特别提出我们亚洲人的情况。亚洲人中有很高比例存在乳糖不耐症。统计显示，全世界成人约有 65% 到 70% 不耐乳糖，而亚洲人中这个比例更高，可达 90% 以上。也就是说，多数东亚人的体质天生缺乏乳糖酶来分解牛奶中的乳糖。对这些人而言，喝下一杯牛奶可能引发腹胀、肠鸣、腹泻等不适。长期下来，这种肠道不适其实也是一种慢性刺激和发炎，可能抵消甚至反转了牛奶本该带来的好处。在中国就有一项涉及数十万成年人的大型研究，发现一个令人意外的结果。在该中国人群中，每天乳制品摄取量每增加50克，大肠癌风险反而上升约 8%。 这和西方研究的结论完全相反。研究者推测，原因正是亚洲人乳糖不耐的情形普遍，导致牛奶在部分人身上变成了肠道负担而非帮助。所以我们在解读喝牛奶防大肠癌这件事时，也要考虑种族和个体差异。如果你本身对乳糖敏感，千万别勉强狂灌牛奶，否则喝了不舒服，肠子一直处于被乳糖发酵、产气折腾的状态，那反而可能有害无益。那乳糖不耐的人该怎么办呢？好消息是，你完全可以用替代方案来达成同样的目的，关键仍在于钙的摄取和肠道的抗炎保养。首先，你可以选择乳糖含量低或不含乳糖的乳制品，比如优格就是不错的选择。乳酸菌把乳糖分解掉了一部分，许多乳糖不耐的人吃优格反而没有问题。更棒的是，优格富含益生菌，能改善肠道菌相，同样有助于降低发炎，预防肠癌。有研究发现，经常食用优格的人肠道息肉和大肠癌的发生率都比较低，这被认为与益生菌抑制肠道有害细菌有关。其次，起司等发酵乳制品的乳糖含量也比鲜奶低很多，适量吃一些硬起司，不仅摄取钙质，也不太会引起乳糖不耐症状。再来，如果你干脆不碰乳制品，也可以从植物性食物中获得钙，例如深色叶菜，像是芥蓝菜、菠菜等，豆腐、豆干、黑芝麻、杏仁等等都富含钙。不过植物性的钙有时吸收率较低，所以需要吃的量可能更大一些。最后，营养补充剂也是一条路。
市面上有钙片、维生素 D 丸可以补充。对于无法透过饮食获得足够钙的人，医师常会建议每天补充500到1000毫克钙片，搭配适量维生素 D 来维持骨骼和结肠健康。了解了牛奶防癌的原理和适用族群，我们再回到日常生活的层面，每天喝多少牛奶才合适？前面提到的研究多半针对1杯左右的牛奶，约200毫升就能看到明显效果，所以其实不需要很多。每天1杯奶是一个简单又足以产生保护力的量。如果平时很少喝奶的人，可以从每天半杯开始尝试，看看身体适应情况再逐渐增加。反之，也不建议无节制的狂灌牛奶，以为多多益善。任何营养都要适量均衡，过量的牛奶可能带来额外热量和饱和脂肪，尤其全脂奶导致体重上升，肥胖反而增加其他疾病风险。记住，预防大肠癌不是靠单一食品的魔法，而是整体生活方式的协调。牛奶并不是万能的，即使每天喝1杯奶，我们还是应该遵守其他的大肠癌预防之道，均衡饮食，多蔬果、高纤维，少红肉、加工制品，保持适当运动，控制体重，不抽烟，不酗酒等等。特别重要的是定期筛检。大肠癌其实是可防可治的癌症之一，透过粪便潜血检查、肠镜检查，可以在早期发现息肉，并切除阻断其恶化成癌的道路。医生建议一般人从50岁左右开始就要定期做大肠镜，如果有家族史，可能更早。不要因为觉得自己喝了牛奶有保险，就掉以轻心不去筛检。我们应该把喝奶当作降低风险的一种辅助策略，而不是万无一失的保证。话说回来，科学证据告诉我们，在对抗可怕的大肠癌这场战役中，一杯看似平凡的牛奶竟能成为暗藏的利器，这是不是很耐人寻味？想象一下，我们的肠道就像一座战场，一方面不良饮食养肥了敌军，让肠道里潜伏的癌细胞获得养分和机会；另一方面，牛奶就像派来支援的白衣骑士，为我们的肠道筑起盾牌，饿死那些不安分的敌人。一边喂养癌细胞的是含糖饮料、加工食品，而帮助饿死癌细胞的，或许就是每天1杯的牛奶。下次当你在便利商店犹豫是拿可乐还是拿鲜奶时，想想这个差别吧。前者可能正在偷偷侵蚀你的肠道健康，而后者则可能在默默守护你。从进化的角度来看，人类能喝奶其实是一件很奇妙的事。大多数哺乳动物一辈子只在幼年喝奶，长大后就失去消化乳糖的能力。然而，人类在约1万年前开始蓄养牛羊后，一些族群出现了基因突变，让我们成年后仍保有消化乳糖的本领。可以想见，这些远古时代能饮奶的大人，面对饥荒时多了一个重要的营养来源，因而存活率更高，逐渐演化出今天许多牛奶消化能力强的人群。现在，科学家发现，这个古老基因带来的好处不只是让我们多一碗饭吃，更可能包括了降低大肠癌的风险，真可谓是演化送给人类的一份大礼。对我们现代人来说，如果恰好拥有这份能喝奶的体质，不妨善加利用，让自己每天的小小1杯牛奶发挥大大的健康效益。而如果你没有这种体质也没关系，演化没有替我们开这扇门，我们就从旁门走，利用其他替代品摄取钙质，同样能强化我们对抗大肠癌的本钱。总结一下，科学证明每天适量摄取牛奶或乳制品能够抑制肠道发炎，减少癌细胞生长，长期下来可使大肠癌风险降低约20%左右。这种保护作用主要归功于钙质等营养，降低了肠道有害物质对黏膜的刺激，并透过多种机制来防止肿瘤的发展。当然，牛奶的效果因人而异，对乳糖耐受者最明显，但乳糖不耐受者也可以透过其他管道受益。预防大肠癌是一场需要多管齐下的持久战，而牛奶就是其中一个简单却有力的小帮手。或许我们可以这样说，每天1杯牛奶不能保证让你刀枪不入，但至少可以帮你的肠道镀上一层防护罩。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加上科学加持的小改变，我们就朝着远离大肠癌又近了一步。好啦，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希望你听完后对手中的这杯平凡牛奶有了新的认识。别小看每天1杯的力量，科学就在我们身边，健康掌握在自己手中。
让我们为肠道干一杯吧！祝大家都有健康的消化道，远离大肠癌侵扰。